大雄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生日，今天又是为小学生的友情感动的一天。8月7日到了，大雄一脸兴奋地去问哆啦 A 梦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但哆啦 A 梦在忙着找东西，压根儿没空搭理他。大雄只好无聊地摆弄起放在一旁的道具，这个道具叫梦中人，是一种不管你想做什么梦都能梦到的道具。大雄觉得这东西很好玩的样子，跃跃欲试。不过哆啦 A 梦警告他，就因为梦境太美好了，会导致当事人一直沉睡，不愿意醒过来，所以他给道具贴上了一个千万别碰的字条，又继续去忙了。见哆啦 A 梦没空搭理自己，大雄只好气呼呼地出门了。路上他遇到了静香等人，他又一脸期待地问道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赏花日、爱护鼻子日，总之就是没人答对。大雄不想放弃，可胖虎却凶巴巴地赶走了他。最后大雄一脸落寞，为什么没有人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？大雄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后，大雄妈叫他过去一下，他立刻脑补是不是妈妈他们准备了什么生日惊喜，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大雄妈是因为大雄又考了0分，特别生气，把大雄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大雄回到房间后越想越难过，不记得他的生日就算了，还要被骂，心里好苦啊。这时他又看到了道具梦中人，既然什么都能梦到的话，那至少在梦里有个美好的生日也不错，毕竟一年只有一次，让自己开心一下吧。梦里大雄在跟金香一起去逛庙会，玩射击游戏，百发百中，还出手帮胖虎和小夫教训了找茬的恶霸。忽然一群妖怪出现了，他们抓走了静香。在这种危急时刻，大雄变身成大雄超人挺身而出，他绝对不能饶恕这种夺走人类幸福的坏人。绿色蛤蟆怪跃入空中应战，但被大雄一拳捶到了地上，飞出去好远。妖怪们见一个蛤蟆怪敌不过，于是合体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蛤蟆怪。大雄见状也进化成豪华版大雄超人，超级机甲战神。这玩意儿巨大无比，一只脚就把妖怪踩死了。大雄英勇的身姿让静香非常着迷，接下来他又梦见了许多美好的事情，和小伙伴们去海边玩，一家人帮他过生日，还梦见了他最喜欢的奶奶。此时哆啦 A 梦回来了，他猛然发现大雄使用了梦中人的道具，他一脸满足地沉浸在睡梦中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这下可难办了。与此同时，静香等人也拎着蛋糕来找大雄玩。哆啦 A 梦伤心地告诉他们，大雄没办法醒过来了，因为他逃到了梦境里。静香等人非常自责，原来他们是故意假装忘记了大雄的生日。胖虎把他赶走，是想准备好蛋糕给他一个惊喜。哆啦 A 梦说，现在能把大雄叫醒的办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去他的梦境里找到他。哆啦 A 梦打开了进入梦境的入口，但进去梦里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他们不小心被大雄困在梦里，就再也没办法回到现实世界了。但小伙伴们即使知道了可能会有可怕的后果，也坚持要进入梦境帮助大雄，以防万一。哆啦 A 梦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开关，如果感受到有危险，立即按下开关，就可以从梦境里出来了。他们成功来到了大雄的梦境，乍一看这里跟他们生活的地方没什么两样，但接下来不可思议的事就出现了。有海豚在路中间跳跃，有巨大的海洋生物漂浮在空中，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动物。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大雄才行。一路上他们不断受到大雄梦境的干扰，走了好远也没走到大雄家。他们一会儿变成去西天取经的师徒4人，一会儿变成桃太郎一行，几乎快要分不清自己是谁了。只有哆啦 A 梦提醒大家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。然后他们看见了影分身了的小夫，他们的衣服都很破，甚至在跪着祈求大雄。小夫很生气，胖虎难得的善解人意，让小夫体谅大雄，毕竟这只是在做梦而已。话音刚落，又出现了影分身的胖虎，他在大雄的梦里不会打架，还是个爱哭鬼。刚刚还安慰小夫的胖虎，这回自己忍不住了，他做事就要上去揍大雄，还好被大家拦了下来。终于到了大雄的家里，在进门之前，哆啦 A 梦又再次提醒大家，
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来。他们第一次开门，竟然看见了静香正在洗澡的画面，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。第二次由静香来开门，还好这次看起来是个正常的屋子，楼梯上下来一只兔子，他们以为这是大熊，就追了过去，结果陷入了地板里，到达了一个异度空间，这里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，四周都是洞，兔子从洞里钻进钻出，胖虎忍无可忍，直接冲出去追，结果又来到了一个怎么爬都爬不完的楼梯，这可把他们累坏了。好不容易等兔子停了下来，他们赶紧围了过去，结果兔子纵身一跃，从楼梯上跳了下去，大家也只好跟着跳下去。这一次他们掉进了一个大沙漠里，最后众人一路跟着兔子来到了一个满是0分考卷坟墓的地方，考卷延绵不绝，不知道会通往哪里，他们走了好久也没有走出去。这时静香想到0分考卷应该就代表着大熊痛苦的回忆，如果把考卷改成100分，也许就能结束这些痛苦的回忆。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，至少让大熊在梦里考100分嘛。于是哆啦 A 梦掏出了道具乱写枪，瞄准了兔子站着的一块0分墓碑，把它改成了100分。兔子感动的哭了。随着一道光的出现，他们果然被带回了大熊家。胖虎打趣地说道，大熊的梦境可真单纯，他明明就不可能考100分啊。小夫也嘲笑起了大熊。这时原本明亮的屋子瞬间变得阴冷，兔子也不见了，屋子里刮起了暴风雪，大家的脚都被冻住了。哆啦 A 梦让大家赶紧回去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他会留下来带大熊回去。但胖虎非常难地挡在了大家的面前，这难道不是我的错吗？静香也说，事情到这一步大家都有责任。于是众人一起摔坏了可以离开梦境的开关，破釜沉舟，这么一来就没办法回去了，一定要找到大熊才行。哆啦 A 梦被这份友谊感动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。上了2楼后，他们找到了把自己冰封住的大熊，众人立刻围了上去，想要叫醒他。小夫说，玩具漫画不管你喜欢什么我都可以借你。静香说，我们怎么可能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，只是想给你惊喜。哆啦 A 梦说，梦再美好终究也只是梦啊。胖虎更是直接上手，想要把冰块吹破，他大喊着，你快出来，我们都是好朋友啊。众人围着大熊痛哭流涕，声音慢慢传进了冰块里，但四周很快就要被黑暗吞噬了。这时大家一起欢笑着祝大熊生日快乐。黑暗停止收缩，冰块中的大熊睁开了眼睛，一道光芒从里面照射出来，他们成功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大熊满足地伸了个懒腰，然后醒了过来，但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大熊妈带着静香他们买的蛋糕上来了。大家说，其实我们都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，只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。大熊感动的眼泪汪汪，他觉得这就好像做梦一样。大家一听到做梦这2个字就抓狂了，大熊你可别再做梦了。大熊的生日快到了，但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静香刚才当着他的面把出木山夸上了天。他说出木山做什么都很出色，好厉害。大熊酸了，他也好想被静香夸奖，但他深知自己不够机灵，脑袋也不灵光，连动作也不拿手，只要一次就好。他真的好想让静香能夸他。于是哆啦 A 梦拿出了道具多尔开门游戏，这是他送给大熊的生日礼物。只要从这扇门进去，就能体验在各种不同世界的冒险。游戏卡的等级从简单到超级困难，有4个难度。当里面的人遇到困难时，外面的人可以看攻略手册给提醒。于是大熊决定要跟静香一起进入游戏世界，然后有哆啦 A 梦在外面给他提示。这么一来，静香就会夸赞他在游戏里的表现了。静香带来了自己烤的饼干作为大熊的生日礼物，大熊非常高兴，还邀请静香跟他一起进入游戏世界冒险，还把收到的礼物都放进了藏宝箱里。藏宝箱会出现在游戏的终点。大熊对着门说出了通关密语多尔开门，然后他就和静香进入了游戏世界。长得跟巫婆一样的带路人出现了，他询问大熊选择什么样的关卡难度。大熊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简单。第一道关卡是要从5个箱子里找出钥匙，只有3次机会，大熊一下就浪费掉了1次。还没等他开始表演，静香就率先找出了钥匙，打开了门。
接下来的关卡是魔法森林，这里很漂亮。哆啦 A 梦悄悄告诉大雄，这里有野蛮人躲在角落，前进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惹野蛮人生气。随后他们看见一筐水果，大雄立马坐下开吃。结果哆啦 A 梦告诉他，那些水果不可以吃，会引出野蛮人的，还让大雄赶紧带着静香离开。可已经来不及了，从地下伸出了一只手，抓住了大雄的脚，他被吓得立马往前逃走了，全然忘了自己还带着个妹子。半路上他还撞坏了野蛮人最喜欢的葡萄酒。哆啦 A 梦提醒他，静香还在原地，大雄赶紧刹车，准备回头去找静香。这时2个骷髅骨架又把他吓个半死，他害怕的躲在静香身后。结果这2个骷髅竟然是小夫和胖虎，他们也是来给大雄送生日礼物的。当时哆啦 A 梦出去追小野猫了，胖虎看见屏幕上写的通关密语，就自己进了游戏。静香立马表示，有胖虎和小夫的加入，这下有信心多了。很快他们就遇见了第1大挑战，原本平坦的河床拔地而起，成了2道悬崖，中间出现了一座桥。野蛮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，质问是谁弄坏了他的美酒。大雄承认了，野蛮人说要惩罚大雄在2分钟之内把一个酒坛子搬去桥对面，在这期间桥会从头开始慢慢消失不见。哆啦 A 梦提醒他，这个酒坛子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大变重，让他寻求大家的帮助一起搬过去。但大雄为了在静香面前逞英雄，他坚持要自己搬。倒计时开始，大雄赶紧背起坛子朝桥那跑去，但他搬起一开始的坛子就已经很吃力了，更别说是后面越来越大的坛子，几乎要把他压得跪在了地上。桥很快就开始消失了，胖虎赶紧让静香和小夫先过桥，他跑过去接过大雄的坛子就往对面跑。大雄没搬坛子跑得都没胖虎快，于是这次是胖虎得到了静香的夸赞。随后野蛮人拿出了通往下一关的门，大雄拜托哆啦 A 梦在下一关让他赢。哆啦 A 梦想着今天是大雄的生日，迁就他一下应该可以，于是他把下一关设定成了大雄最擅长的射击游戏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射击是要通过算术获得炮弹击退怪兽的，如果算错了，怪兽不但不会消失，还会一步步逼近。静香和小夫一组，大雄和胖虎一组。更糟糕的是，胖虎一上来就选择了困难模式。哆啦 A 梦很担心，因为这些题都不是大雄能算出来的。小夫的数学很棒，但大雄可就够呛了。第一题是26减19，小夫很快就算了出来，大雄算出的答案却是9。接下来的题目，大雄全部都算错了。他和胖虎都被小恐龙喷的火烧糊了，不过因为是游戏，所以不会感觉到烫。最后，这次被静香夸的人是小夫，大雄又哭了。明明这是自己为了被静香夸才设计的游戏，但风头都被别人抢了。哆啦 A 梦只好再次帮他增加游戏关卡。可就在他埋头操作的时候，一只老鼠突然出现，把他吓了个半死。哆啦 A 梦慌乱中一脚踢翻了机器，随后大雄他们的游戏世界出现了 bug， 他们身边的风景变成了大草原，哆啦 A 梦也掉进了游戏里。他告诉大家，因为一只小老鼠，现在游戏机坏掉了，而且在游戏世界里用不了道具，他们没法使用任意门脱困，这下只有通关让游戏自动结束，否则他们就出不去了。哆啦 A 梦召唤出带路人，想要一点提示。带路人是个神叨叨的巫婆，胖虎更是口无遮拦的叫人家老太婆。幸好小夫很会拍马屁，叫她魔女小姐，还一个劲儿夸她漂亮。带路人就给他们指了指中野门所在的方向。此时那只老鼠在外面乱按游戏机，他们周围的画面又变成了阴森的古堡。幸好他们此时已经知道了终点的方向，他们一路朝着那里进发。城堡上还盘踞着一只巨大的龙，他们打败恶龙后，成功进入到城堡内部。之后，哆啦 A 梦无意间摔下了一个秘密房间里。根据攻略提示，这里就是终点之门的所在地，但现在空空如也，门在哪儿呢？他们只好再次请出带路人。巫婆告诉他们，终点之门被野蛮人拿走了，必须打败野蛮人才能拿回来。于是他们又赶回一开始的魔法森林。胖虎车技不错，小学居然就会漂移了。哆啦 A 梦查到葡萄酒就是野蛮人的弱点，于是小夫以葡萄酒为筹码，威胁野蛮人把门交出来。野蛮人看见心爱的美酒被毁，他发怒了，
瞬间地面裂开，从地底迸发出海啸，眼看野蛮人就要扑过来了。哆啦 A 梦查出，在一块巨大的红色石头旁敲两下，就会出现可以封印野蛮人的瓶子。胖虎率先找到了石头，跺了2下脚后，果然出现了一个瓶子。最后，大雄成功把野蛮人封印在了瓶子里，但身后的海啸，他们最终是没能躲过去。幸好他们抓住了漂浮的酒桶，终点的门也被胖虎拿到手了。可游戏的藏宝盒也掉进了水里，大雄很着急，在那里有金香为他烤的饼干，于是他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。可他根本就不会游泳，在水里挣扎了一会儿后，他就沉了下去。胖虎拿他没办法，把门交给小夫后便潜入水底。他一手拿着宝箱，一手拖着大雄，把他弄出了水面。大雄被救上岸后，迷迷糊糊的嘴里还念叨着藏宝箱。这时金香为他刚才的勇敢表现夸了他一句：“大雄好棒哦！”可惜大雄并没有听见。随后大家一起到了终点享用美食，满桌子的美味佳肴都是哆啦 A 梦特意准备的。金香高兴地夸赞了一句：“大雄好棒的牛排哦！”哆啦 A 梦提醒他：“金香在夸你耶。”但大雄却不是很高兴，明明金香夸的就是牛排。随后金香又夸了大雄一遍：“你好棒哦，大雄。”可大雄却好像没有听到，还是满脸的不开心。得到女神的夸赞确实不容易。大雄今年的生日过得一波三折，因为他差点直接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大叔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是大雄的生日，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礼物是啥了，因为往常的礼物都不是他想要的。于是大雄就跑去问妈妈，可礼物这种事情是惊喜，大雄妈怎么会提前说呢？而且他正忙着做蛋糕呢，但大雄等不及了，十分想知道，还吐槽大雄妈做的蛋糕不好吃。大雄妈气得直接把他怼了回去，没办法，只能等着了。于是大雄便带着哆啦 A 梦去找金香，毕竟跟自己媳妇玩，就不会觉得时间过得慢了。可不巧的是，金香不在家，于是大雄就只能在他房间里等待。可越等，大雄越没耐心，所以哆啦 A 梦掏出了一个法宝，叫时间缩短机。这个玩意儿可以加速时间的流逝，转一圈就能缩短时间1分钟。于是大雄多转了几圈，转完一看，金香果然回来了，这把大雄给开心坏了，立马给金香演示起了这个法宝。结果转着转着就到了金香家门口了，原来他把跟金香玩的时间都给转过去了。大雄赶紧把机器往回转，但哆啦 A 梦说这个只能把时间调快，过去了的时间是回不去的，所以得谨慎使用。回家的路上，他们看见了胖虎和小夫，相比小夫，胖虎就十分够意思了。他不仅记得今天是大雄的生日，还给大雄准备了生日礼物，那就是胖虎的个人演唱会。要命的来了！这波震耳欲聋的吼叫，唱的大雄那叫一个煎熬，听又听不下去，跑又不敢跑，大雄就拿起法宝转起来。第一次转少了，胖虎还在唱。第二次，大雄转了半个小时，这次胖虎终于唱完了。结果大雄太得意忘形了，说话没注意，让胖虎听见了，自己说他唱歌难听，这可是在老虎头上拔毛，要命啊！胖虎十分生气，追着大雄和哆啦 A 梦打，吓得大雄赶紧又转了起来。但是这玩意儿没说，它能让你跑得快呀！结果大雄和哆啦 A 梦还是被揍了。这个道具只是把大雄被揍的时间加速过去了而已。最后大雄和哆啦 A 梦被揍得动弹不得，出去折腾了一圈，大雄还不打算把法宝还给哆啦 A 梦。这次大雄赚到了晚上吃饭的时间，终于到了大雄最期待的礼物环节。大雄爸笑着跟大雄说，今年的礼物十分有意义哦。大雄风风火火地拆开一看，确实是一份重礼，足足10本，都是世界名人传记。大雄无语了，啥时候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啊？于是这次大雄把法宝的时间单位设定成了1年，时间一下子到了第2年过生日的时候，但礼物还是让大雄很不满意。大雄也是上头了，直接一圈一圈的转起来，但礼物不是跳绳就是银羽磁带，没一个他喜欢的。大雄崩溃了，于是这次大雄加快了手速，转了很多圈，终于大雄发现这次的生日礼物还不错，是自己一直想要的机械狗。大雄刚想带着这只机械狗出去玩，就过来了一个跟大雄长得一样的小朋友，把机械狗抢了过去。大雄怎么肯答应，直接就跟着孩子抢了起来。小孩一哭，他妈妈进来了，正是金香，所以说这孩子是熊之介。大雄这才明白过来，
原来自己撞过头了，现在都当爹了，这小孩还没当够呢，竟然就长大了。大雄怎么会愿意？他当场崩溃了。于是大雄立马想要把时间转回去，可突然想起哆啦 A 梦跟自己说过，这东西只能把时间往前调。十分生气的大雄把法宝扔了出去，书架上的书正好是大雄爸送的世界名人传记。大雄又把气洒在了书本上，结果书正好把那个时间缩短器砸坏了，机器坏了，一个爆炸，阴差阳错的把大雄送了回去。还是刚被胖虎揍完的时候，不过这次大雄开心坏了，毕竟差一点他就从一个小孩变成了一个大叔。等再次收到大雄爸收的礼物时，他直接抱着人物传记亲了起来，毕竟他可算是大雄的救命恩人呢。时间是很宝贵的，不要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哦。